你们有没有站在这么高的楼上看过香港跟深圳？这可是深圳的第一高楼，有118层，高度599米。据说来深圳95%的人都没有上去过。站在它的上面啊，不仅可以俯瞰香港，而且还能够看见整个大深圳的全景。你们猜一猜，从这上面往下看，是香港繁华还是深圳繁华？今天阿波呢就带你一起登上深圳最高的摩天大楼，走吧。门票已经买好了，200块一张。我们现在呢从这里开始检票，带你们登上深圳的摩天大楼。哎，你好，你们看整栋平安大楼啊，真的是太壮观了。如果你没来过，你肯定不敢相信，它的楼顶上竟然是一颗巨大的钻石造型啊！我们等一下呢，大概会登上这个高度547.6米，看整个深圳。据说呢，还能够看到香港。你说站在这么高的楼上往下看，你们会不会双腿发抖？我们现在呢，沿着这个制动扶梯啊，慢慢的往下走，看到没有？像不像一个神奇的时光隧道？然后呢，再换成我们的空中云梯，就能够抵达观光城了。而且据说那部电梯啊，1秒钟10米啊，往这边走，就在这个位置，55秒就能够抵达观光城。而且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部可以直达547.6米的超高速电梯。这里就是电梯了，看看人家这里的小姐姐的颜值啊，200块没白花。从这里上是吗？好，哇，来看看这个电梯，116，我直接按116就可以上去了，对吗？那我们现在感受一下这个电梯啊，这电梯也太快了吧！一眨眼的功夫就已经300多米了，看到没有？83层显示啊，有没有？哎，我耳朵里面。对，需要通过专业的方式去缓解一下，所以跟坐飞机是差不多的。好多了，感觉耳朵好像被堵起来的那种感觉啊。咱们已经到了啊，速度确实快，每秒钟10米，547.6米啊，已经到了116层。这个电梯特别稳，一点晃动感都没有。好，我们已经到了啊。哇，看到没有？深圳。哎，这应该是鲁迅的造型啊！我一看那胡子我就知道。然后大家看一看，哇，太不得了了！太佩服咱们的祖国了，能够把一个小渔村打造成这么繁华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啊！先带你们来看一看，从观光城的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看深圳到底是什么样的，这里究竟能不能看到香港？我们先来看一看深圳的东面，这一面呢，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壮观，全部都是高楼大厦。这里呢是见证了深圳发展的一面，也是深圳第一个成立的市辖区罗湖区的发展的面貌。不远处那里呢，就是有深圳之肺美称的深圳的中心公园。再往远处看，大家有没有看到有2个尖塔的建筑？它呢就是帝王大厦。帝王大厦在1996年建成的时候呢，曾经是整个亚洲的第一高楼。现在算一算，已经过去29年了。如果你是96年出生的，不知不觉是不是马上快30岁了？真是岁月催人老啊！从这里呢，再往最远处看，大家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一个类似于葫芦形状的大楼？那就是深圳的国贸大楼。在80年代啊，它可是深圳的第一高楼。然后再往近处看，有一个呢像子弹头一样的大楼，它呢就是金鸡一百，高度呢有440多米，看上去也非常的壮观。从这里呢往最远处看，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看到郁郁葱葱的山脉，那里呢就是很多人来到深圳啊都会去爬一次的梧桐山。来深圳好几次了，我都想去挑战一次。听说梧桐山的日出啊非常的漂亮，有没有朋友去爬过的？评论区呢可以晒几张照片给阿伯瞧一瞧。这个角度看过去呢，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国贸大楼它是相当于80年代深圳的第一高楼，帝王大厦呢相当于是90年代深圳的第一高楼，而我们对面的金鸡一百呢是00年代深圳的第一高楼。但是我现在所站的平安大厦，那是10年代深圳的第一高楼，这个高度呢是547.6米，所以在这里看深圳真的是太壮观了。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到深圳的话，一定要登上这个大楼来看一下深圳，仿佛整个深圳呀都是你的。从这里看过去呢，就是深圳的正西面了，也是站在整个平安大楼看深圳风景最优美的一面。首先呢，大家往这里看啊，下面有个特别漂亮的公园，
不跟你说啊，你肯定以为是个公园，其实呢那是深圳的高尔夫球场。沿着深圳高尔夫球场的左右两边，分别呢是深圳2条非常重要的主干道，叫深南大道和滨海大道。我相信来过深圳的人对这2条路一定不陌生。那么在高尔夫球场的左侧，有被称之为是深港西部通道的深圳湾大桥，矗立在深圳湾之上。一边是深圳，过了大桥就是香港了。有一首诗啊写的特别好：水光山色两相融，海岸霞飞浅淡红，雪浪腥风咕噜起，白云远去与谁同？如果实力允许的话，你们是不是也想在深圳湾有套房？再往这里看，深圳高尔夫球场的右边呢，有一个湖叫香蜜湖。听说呀，那是以前很多来深圳务工的人平时约会的地方。说实话，你们有没有去过？那里是很多人留下美好回忆的地方。所以香蜜湖现在好像正在改造，打造成了一个国际交流中心。看看，都是你们的功劳，不然那个地方怎么会这么出名呢？从这里看过去呢，就是深圳的正北面了。这个方向可以俯瞰整个深圳的政治中心。来，往这里看来，下面那里呢，看到没有？就是整个深圳城市的大动脉。那条路啊，就是被称之为深南大道，它横跨罗湖、福田还有南山区，就类似于我们厦门的成功大道是一样的啊。正前方大家看到没有？楼顶上有很多绿化植物的地方，那就是著名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新大楼，于2011年8月完工，高度呢大概是45.8米。提到深交所，你们想对他说点啥？希望你们股市大涨啊！右下方的绿地的地方看到没有？从下面坐高铁到香港的西九龙只需要14分钟。那里呢就是福田高铁站，上面看不见，其实都在下面。据说面积呢仅次于美国的纽约中央火车站，这设计也太牛了吧！一点空间都不浪费。前方蓝色波浪形的建筑呢，就是深圳市政府和深圳的市民中心了。因为深圳呢也被称之为是鹏城，所以它的形状呢就像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鹏鸟。在市民中心的后面，那里呢就是莲花山了，应该也是很多人平时休闲或者是约会的地方吧。如果呢你还没有对象，你可以去莲花山碰碰运气啊，因为听说那边有一个专门相亲的地方，阿波专门去看了一下，很多人的条件都挺好的，就是工作太忙了找不到对象，你们可以去试一试啊。我们现在所站的高度呢是547.6米，平安中心的观光城。那么从这里呢看香港呀，很多人都没有见过。你往南的这个方向看，对面呢其实就是香港，特别的近。我先带你们来看一下，站在这个方向能够看到深圳的哪些景，然后带你们看香港。首先呢，大家往下面看，有一个特别机械式的建筑啊，看起来非常的漂亮。它呢就是平安京中心的南楼，就像一朵盛开的花，哎，那些高楼的顶呢就像花瓣一样。旁边呢有一个超大型的一个建筑，这呢就是深圳的会展中心。在会展中心的对面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有很多低矮的房屋，那里呢就是深圳的城中村了。我一开始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吧，其实也是住在城中村里面，房间特别小，里面简单到只有一张床。那个时候呢，虽然说赚钱不多，但是真的特别开心，因为刚出来工作，对很多的东西都觉得特别的新鲜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我们下面目之所及的地方，大概的城中村能够看到8个左右。那么历史最早的呢，就是黄岗村了，大概距今有将近700年了。你们看一看，在深圳的这个城市，你能够看到现代与过去的结合。啊，我们要发展城市，我们要保护城市的一些多样性的元素。来，再往远处看，远处呢有一个大楼，上面写了 CFC， 那里呢就是长富经贸大厦，建立在深圳的福田保税区。对面呢有一条河流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弯弯绕绕，它呢就是深圳河。深圳河把深圳跟香港隔开了，河的这一面是深圳，河的对面就是香港。那我们从深圳怎么去香港呢？大家往这里看，有一座大桥，大桥的梁柱呢是白色的，那个呢就是福田口岸，你只要走路就能够过去。但是在福田口岸的旁边还有一个口岸叫黄岗口岸，如果有开车的需求，香港人开车来深圳，深圳人开车去香港，都是从那个口岸过去的。
现在到香港呢也特别的方便，只要办理通行证加一个签注就可以去香港了。你们看，从这个地方看香港啊，那边是香港的小区，这边是香港的一个生态保护区，就像这个稻田一样。你们觉得是深圳繁华，还是香港繁华？很多人来到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都没有看过这个巨大的家伙，都不知道它到底是啥。它呢，其实就是整个大楼的顶楼神器，叫阻尼器。这个阻尼器呢，也是整个亚洲最大的主动式的电磁阻尼器。这一个重量，你们猜猜有多重？500吨。整个大楼里面有2个重达1000吨，所以整个大楼才会这么的稳定。大家一定还记得，2018年深圳呢曾经刮过一场台风，叫山竹，风力达到15级。您想一想，15级的台风吹过来，整个大楼肯定是晃动的非常的厉害。但是整个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大楼呢，它左右摇摆的幅度只达到了1.1米，可以说是稳如泰山。其中最重要的功劳呢，就是这个阻尼器。但是据说呢，这个阻尼器当时只发挥了它50%的功力，就能让大楼如此的稳。所以在世界上只要是摩天大楼里面都会有阻尼器。如果你是带孩子来深圳玩，一定要带他来开开眼界，看看大楼的顶上到底是啥。关注阿波，下期视频带你一起走进新疆的火焰山。